国的合资车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现在一个一个要退出市场，今天带你快来看。我是金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车市。对于台湾的一些消费者来讲啊，这个关税呢，应该会让接下来台湾的一个汽车市场现在非常冷淡，因为大家都在等降关税之后，应该会迎来一个爆炸的买气，因为车价就会降了嘛。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看整体的目前的一个大范围的车市状况呢，你大概会看出一些端倪来。汽车市场现在呢，其实处于一个正在转型，传统的燃油车转到了这个新能源车啊、电动车当中，过程啊非常扑朔迷离，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赛道当中奔跑的人，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跑得慢，跑得慢的就被淘汰。我们要带你来看看啊，在这一次的一个这改朝换代当中，以后呢，我们看到的那种大车商，可能不是你现在看到或以前看到的大车商。不太一样的。好，我们先来带您看看哦，最近啊，在中国市场当中，中国呢，其实啊，他们的这个汽车产业，你看到说，哇，电动车第一名就是中国的这个汽车品牌，对。但是呢，你如果把时间往前推，过去呢，在中国的汽车行业还没有蓬勃发展之前，它是处于一个很惨、很落后的一个状况。在那个年代里，大约呢是1980几年那个时候中国呢，他们有汽车产业，但是呢很辛苦，就是在刚刚萌芽的一个阶段。技术非常的落后，做出来的车呢品质参差不齐，开上路了之后呢跌跌撞撞，类似这样。但那个年代呢是中国改革开放，所以后来呢你就看到了有所谓的合资的一个这个车企。中外合资的车企，你可以合很多啊，这个日本的这个中日合资、中美合资、中德合资，各种的合资。那个年代呢，有很多的合资汽车的一个品牌，可以说呢，突然间的蓬勃发展。因为呢，那个时候啊，这个中国希望可以扶植自己的汽车产业，但是呢，又不希望这个完全的好像被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汽车品牌完全把市场拿去，所以呢就变成我强迫你要跟我合资了之后呢，好处是我们一起赚钱，然后我想要把我的技术能够提升，我要学习你们的技术，学习呢这些西方国家比较先进的汽车产业的国家，它的汽车产业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所以很多人就讲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合资的汽车一开始的时候，哇，真的卖翻那当然呢，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中国的一些车企，当然技术就慢慢的成熟啦，自己也可以开始有自己的创新啊，自己的研发啊。好，那么当然最后水到渠成，你会看到电动车现在的蓬勃发展。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合资的车企，也很可能是阶段性任务已经这个功成身退了哈。当然了，现在你要说他们功成身退，那是很好听的讲法，很难听的讲法是这快要被中国市场扫地出门了啦。我们来看最近很多人讲说这应该是中国车企合资的车企当中啊，应该已经是来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夕阳的时候了。好，我们来看最近呢，有一家车企这是中日合资的，叫三菱沈阳呢终止了合作然后呢，这个三菱汽车呢，它直接就退出了中国市场。三菱汽车呢，这个日商很有名嘛，那它当初呢来到了中国市场呢，一开始卖零件，后来开始整车之后呢，又跟这个沈阳的一个航太公司呢一起来合资，但是呢，过程当中40年在中国市场，现在是完全裸退。离开这个市场，那于是大家都在问说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这样直接形容，一句话形容它，就是呢，在这个整个燃油车要转换成电动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它是那个非常迟缓的奔跑者。这么慢，人家都不，他这么慢，所以他现在只好离开这个市场。那另外呢，还有一家，你说有人离开，有人要来这个市场，当然他用不一样的做法。日产东风他们的合资呢，现在呢要赶快转进电动车、新能源车的市场。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现在整个车的一个这个趋势往新能源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或者是 hybrid， 或者是这个混合动力啊，亦或是新的能源车啊，你如果不赶快转型的话，那你可能就
来不及了，你就要离开市场。好，那最近呢提到了这个日本的一个这个车企啊，当然现在最夯的就是日本的关税已经抵定了嘛，15%嘛，对吧？那你15%呢，对于日本的这些车企来讲，哇，松一口气哎，因为本来是25%，但是呢，日本的车被定了15%的关税之后，变成了美国的车商跳起来，气到跳脚。他说不行啊，他说你给日本车商课这么低的税的话，那对于这个美国的车商来讲不公平，因为呢，现在美国的车企啊，他们要这个零组件啊，他要做这个零件的话，做这个车的外观的话，在美国他们会被课50%的钢铝关税。很高，所以呢，这个现在美国车企就讲了，那不行啊，以后这个日本车，它不会被课那50%的钢铝关税嘛？因为它是在日本制造啊，或者是在东南亚制造啊，然后只是这个运到美国去卖而已嘛，那就不会被课到钢铝关税。但是在美国，他们制造的车会被课50%的钢铝关税，所以他说，哇，那这样子就不公平，这样美国的车企可能会有明显的竞争上的劣势哦。那当然，这就是你们这美国人自己去吵了，对不对？你们川普得意洋洋说，你看我15%，对吧？然后呢，现在是美国车商不开心了，那你就自己去跟你们自己家的总统好好聊一聊了哦。好，那不管这是日本的车企的状况，好不容易谈到了一个对日本车企来讲满意的关税，但是呢，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日本汽车要进到中国市场，现在看起来哇，好像蛮辛苦的。好，那我们来讲，那跟美国的合资车企呢，2025年有一家美国的这个合资车企跟中国叫广汽菲克被法院宣告破产，哇，这个也很惨哦。广汽菲克呢，它是2010年那么来到了中国市场，那开始卖这个 Jeep 这辆车哦。那 Jeep 这辆车呢，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哇，那个是秀肌肉，对不对？觉得好像从那个 Jeep 车上走下来的男子都特别帅翻，对不对？好，但是呢，现在这个直接就被宣告破产，离开这个市场。那未来呢，这个车厂工厂呢就被广汽埃安给接手了，以后就转型，全部都做电动车了哦。好，那到底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后来合资了之后呢，当然呢，他做的车这个品质出了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个本来这个 Jeep 这辆车在中国卖得很好，它曾经创下一个记录2017年称霸休旅车市场，它这个一年可以卖掉22万多辆的车哦。但是呢，你知道最新的数字，它在2022年只卖了1800辆，你看可不可怜？对，所以呢，这个是天差地远啊。现在他这个离开了这个中国市场哦。好，那当然我们讲了日本的一个合资企业，然后讲了这个美国的合资企业之外呢，那你就说了，哎呀，那中国的市场这么大，现在是不是都是中国自己的自有品牌？他们这个撑起了。不是半边天，是全部的天。那现在看起来差不多是这样。我们来看统计数字这个是刚好现在7月份嘛，那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已经出来了。上半年统计数字，你看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他们的一个出口呢是有300多万辆这个是上半年。那下半年现在预估大概可以有400万辆，所以全年应该可以达到700万辆的一个出口量。那你说哇，那真的好厉害，对吧？特别呢是在你说今年好像上半年，你看又有这个关税战，然后好像有非常多不利的因素，还可以有这样700万的成绩，蛮厉害的。他们甚至统计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成长曲线去算，大约来到了2030年的时候，很可能中国呢它的一个这个车的出口量可以是它的产量可以来到全世界1/3强，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数字了好，那当然了，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你会觉得哇，那中国的一个车商是不是好棒棒也不尽然，因为我们来看目前呢，在中国内部的一个市场当中，新能源车是主流，但是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境。相信不用我讲，大家也知道，他们就是产能过剩的一个困境。好，那产能过剩的困境，于是乎引发了价格战。价格战呢，现在已经直接的这个中国，你看到中国政府已经说了，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来竞争，不理性的一个方式竞争，因为你价格战，你车商赚不到钱。你赚不到钱之后怎么办？你只好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来做车。那比较便宜的方式来做车，不好听就是偷工减料咯。那你就影响到接下来你中国车的品牌形象，你会影响到这个消费者他的驾驶的安全，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后坐力。所以呢，现在中国政府要出手，不准价格战。那然后你再来看看现在这些
产能过剩的状况，就看到了本来呢可以说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像比亚迪迪王。好，但是呢这个比亚迪现在面临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在全世界要布局，但是呢它在全世界的布局呢现在看起来好像都要 pending， 都要有一点 delay 哦。好，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它在匈牙利的一个厂，那它的匈牙利的厂本来应该要风光落成启用，但是呢因为现在产能过剩的状况，所以它今年10月份要启用，但是一开始它可能就是意思做一点车，我有用，但是一下子不要产能全开，因为卖不掉，产能过剩。那另外呢，你看到这个比亚迪哦，它今年本来希望可以卖到550万辆，但现在看起来很难达到，500万辆应该就是差不多了。这50万辆最后的临门一脚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去。那另外呢，你看到了这个小米汽车，小米汽车也是很神奇啊，它这个卖出了这个雷军要造车哦。它的那个 SU7， 好，这个那个时候哇卖得很好。最近呢，它的这个新车叫 YU7 这款车创下了一个不得了的记录，什么记录？18个小时卖掉了24万辆。给大家比例尺 ，Tesla 第一季在中国它只卖了13.7万辆，小米18个小时他就卖了24万辆，哇！你说哇不得了，真的很会卖车。但是雷军现在遇到了8年前 Tesla 马斯克遇到同样问题，我很会卖，然后做不出来。好，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小米的车啊。就是应验雷军当初他要造车的时候曾经接受一次访问，然后那个时候雷军就讲了，他说他其实很担心，他说一则啊，他担心车卖不好，好，他这个第二个担心车卖太好，因为卖太好之后，他的这个产能跟不上。哎呀，那这个消费者可能就会买了车等很久不能交车啊，这两者他都伤脑筋。现在他遇到的是后者，就是呢卖得很好，但是交不出来车，所以呢这个就是让小米汽车啊，它瞬间在6月份，7月份的第一周，你看它的销售量瞬间锐减46%啊，这应该是所有车商当中锐减的幅度最大的。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它无法交车，那但是再来一个就是大家都在等不到车，那我怎么可能再去买一个新车嘛？那这个本来是站在场边观望的，说，哎，你们买了半天车也没办法交车，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再下手了。所以你就看到小米汽车的状况。另外你也看到了这个欧洲市场，本来呢是中国汽车这个想要在这个地方哇这个大展宏图的市场，但是欧洲市场呢，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个这个整体6月份下滑了5%左右的一个这个销售量，所以你看到车市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呢，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品牌与品牌之间啊，大家的竞争激烈，内卷的状况很严重。所以呢，你说这些中国的自有品牌的车企，它把这些合资的一些车企啊都挤开了，挤掉了，你们就不是我的这个对手了。但是他们自己跟自己的竞争非常激烈，激烈到出现了很多的乱象，你就觉得哦很恐怖哦。在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叫做0公里的二手车啊，什么意思？刚提到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之后呢，怎么办？销售数字太难看，没有面子。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车企啊，就是想歪招，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车做出来了，我就自己拿去注册挂牌，然后呢打税，好。然后呢，你就说，那这个车卖掉了，好，那卖掉你就说啊，明明没有人买啊，对吧？还没关系，好，卖掉了，然后就把它转入二手车市场，所以呢，就叫做0公里的二手车。这辆车啊，从来没有人开过，跟新的一样，但是它已经在二手车市场了，这是变相的降价呀。因为呢，这种二手车啊，这个大概比新车的一个价格啊，要低了15%左右，打8折、85折，另类的一个这个内卷，也是杀价的一种，砍价的一种。好了，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0公里的二手车啊，现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对于车商来讲啊，你说他这个降价卖，他就少赚嘛，对，甚至亏钱卖，但他赚到了补贴，而且他赚到了非常漂亮的销售数字。好，那于是呢，这个车企也有这样做的一个诱因。不过呢，政府就要出手管了，说你们这些到底在搞什么鬼？好。所以呢，现在工信部说了他计划要推行这个车啊挂牌了之后6个月内禁止转让，要从源头把这种套利的空间给遏制。好，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新政策还没有上路啦，那上路之后
这个中国人很聪明啊，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会怎么样再转弯，再有一个全新的什么样的二手车，我们不晓得。但是现在看到中国政府要管了哦，类似这样的中国新能源车的一个这个乱象啊，在中国市场里面非常多非常多。那当然呢，我们往大了讲来看整体的一个电动车市场，你看到 Tesla 的销售数字非常糟糕，Tesla 财报拿出来，第二季啊，它的销售量下滑的幅度是10年来最大的季跌幅，很惨。而且呢，马斯克还直接讲，接下来大家有心理准备，还会更惨。好，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电动车啊，你可以说它是从燃油车要转换成电动车当中啊，现在是一个是不是该买的人都买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说，那接下来真的要电动车吗？还是我有什么其他更多的选择呢？所以你就看到电动车未来呢，可能大家会看到的还是一段时间的一个你就看 Tesla 的一个销售数字，你就知道接下来这个能源车的市场也不是那么样的完美顺风顺水。那当然讲回台湾是关税的问题，所以让现在的车市啊急动，大家都在等关税数字啊亮牌了之后啊，这个台湾车进口车应该会变得很便宜。好，那变得很便宜之后呢，大家才要下手买。现在大家就不买，因为谁要当冤大头啊？我现在买了，等下一个月突然间降几十万，那你现在买的是傻子吗？所以现在呢，在台湾的车市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状况，是你现在价格非常混乱。你去到那种这个库存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这个车商啊，他就会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折让的空间，多的可以到2成左右。那有一些呢，就直接啊，这个干脆现在呢就已经尽量的少在这个进口车，因为省得车都堆积如山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啊，这个各个国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车市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其实呢，各个国家有各自的问题啊，大家都要好好解决。但是呢，总归一句话，新能源车、电动车市场啊，目前看起来在中国市场当中啊，内卷的状况非常严重。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电动车的一个这个产业的发展呢，这个一直价格战是绝对不可能长久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有更多人退出市场，或者是有并购，亦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整并的一个状况出现了。当然，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到底中国政府对于内卷的状况，它会如何出手整顿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